谁偷了我骑了5年的8手电动车电瓶？谁？有妈生没妈养的，别让我逮到你，逮到你可遭老罪了。小伙子，奶奶对不起你，我偷了你的电瓶，充电炸了。我老伴儿和儿子快不行了，医院要发票找厂家理赔，求求你把发票给我，救救我们全家吧！这男的怎么这样啊？我都给你跪下了，你怎么这么没同情心？这是你的电瓶，你就得负责。我从没买过电动车，你找错人了。你胡说！我亲眼见你骑电动车上下班的。是吗？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跟你想耍无赖，今天谁讹谁还不一定呢。当我发现电动车电瓶丢了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我了个豆啊！谁懂啊，家人们！我只是午休的时候回家睡了个觉，下午竟然去不成公司了。我凭借着残存的敬业精神请了半天假，接着径直冲向了物业办公室。调监控，赶紧给我调监控！我因为太过焦急而闯进去的时候，正是午休刚醒的时间。来了，调什么监控？我的电动车电瓶丢了，给我调监控。话说回来，最近小区有好多丢电瓶的，我们在群里说了，也在车棚里贴了，要业主们当心。说1万次了，你没注意吗？我注意什么？你们物业不作为，不说要么报警抓贼，要么强化提升监控能力，贴个条就想杜绝小偷偷电瓶啊？还把责任都推到业主身上。你的意思是，我得把把电瓶扛回5楼锁进保险柜才可以吗？你去看你的，别跟我说话。你去看你的，别跟我说话。我冲到了电脑前，把监控一直调到了我出现在画面里的那个时间段，中午12点10分。幸运的是，监控确实拍到了我停车的画面，但不幸的是，我的电瓶车电瓶那块有一个挡风被，那偷电瓶的人就躲藏在我的挡风被下，心平气和的泄火，那沉稳熟练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车主，在自己修车呢。我气上心头，旁边的女人也凑了过来，还掺上了几分幸灾乐祸。这摄像头可真会拍。我白了他一眼，细细的一帧一帧查看，果然在挡风被没遮盖住的地方看到了一撮白头发。我掏出手机咔咔拍照，试图留下这些证据，边拍边想，白头发白毛，难不成是白毛女偷我电瓶？旁边的物业大姐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对我说，一个电瓶连1000都不到，你去派出所也不构成立案条件。自认倒霉吧。那我的电动车电瓶也不能白被偷。就在我以为这事儿完了之后，1个月后的早晨，我正准备去上班，提前出门准备四处找辆小车骑过去，刚出单元门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拦住。早高峰，大家人来人往的，都脚步匆匆，冷不丁被拽了一下，我皱眉看向她。你有事儿？她神色有些疲惫，眼眶也通红，见我茫然的样子，咬咬牙，当着大家的面扑通一声给我跪下。我的瞌睡被吓醒了，也给身边人吓了一跳。我惊慌失措的准备去扶她。阿姨，你怎么了？可他接下来声泪俱下的表演，却让我止住了扶他的动作。他枯瘦如柴的手死死攥着我的袖口，指节因为用力过度泛着青白，另一只手狠狠往水泥地上砸，一下又一下，粗糙的水泥磨得他手背上瞬间红痕交错，甚至渗了点血丝。那副撒泼打滚的模样，像极了乡村闹剧里蛮不讲理的老妇人，半分体面都不顾。早高峰的路口本就人来人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目光，大家纷纷停下脚步围成一圈，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好奇的打量声混在一起，让本就拥挤的路口彻底堵了起来。他仰着满是皱纹的脸，哭得涕泗横流，浑浊的眼泪混着鼻涕呼了满脸，嘴里发出又尖又哑的哀嚎，隔着几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小伙子，阿姨对不起你，阿姨罪该万死啊！我是住你隔壁楼的张老太，一辈子靠收废品胡收，苦哈哈的，从没做过亏心事。那天从你们单元楼捡完垃圾，见你电瓶车的电器露在外面，一时鬼迷心窍就拿了回家，想着自己骑能省点钱，谁能想到闯了大祸啊！说着，他抬手狠狠扇了自己2个嘴巴子，力道重的让脸颊瞬间肿起红印，哭嚎声更甚。就在家里充电的那天，这电瓶砰的一声炸了，跟放炮似的，家里的东西全炸烂了。我老伴儿和儿子当场就被炸倒，浑身是伤，躺在医院奄奄一息。医生说再不交要报废做手术，俩人就没命了。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他语无伦次的哭嚎里听清前因后果，
心里咯噔一下，瞬间反应过来，这哪是真心道歉，分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白鹅，我来了！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他语无伦次的哭嚎里听清前因后果。心里咯噔一下，瞬间反应过来，这哪是真心道歉，分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白鹅，我来了！他见我脸色微变，哭嚎声稍歇，伸手抹了把脸，眼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攥着我袖口的手收得更紧。阿姨知道偷东西是我不对，可现在医院要找事故原因，找厂家索赔，必须要电瓶车的购买发票啊！这是你的电瓶，只有你有，给我，救救我们全家吧！他反复在你的电瓶4个字上加重语气，咬字清晰的生怕周围人听不见，明着是求我帮忙，实则是在向所有人暗示是我的电瓶质量有问题，才把他家炸成这样。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变了味，有人开始对着我指指点点。小伙子别太较真儿，人家都这样了，给张发票怎么了？毕竟是你的电瓶出了问题，多少也得担点责任。听着这些话，我心里膈应的慌，看着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心底竟莫名泛起一丝心软。毕竟是2个重病的人躺在医院，万一真因为没发票索赔不了，岂不是真的没救？我动了动嘴，刚准备松口答应，眼角余光却瞥见人群里住我对门的大哥。我动了动嘴，刚准备松口答应，眼角余光却瞥见人群里住我对门的大哥，正对着我拼命摇头，眼神里满是急切的提醒，还悄悄朝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别答应，有坑。那一丝心软瞬间被冷水浇灭，我脑子一下清醒过来。是啊，电瓶丢了不过是几百块的事，可要是把发票给了他，岂不是亲手把把柄递到他手里？他现在说只是找厂家，转头就能拿着发票反咬一口，说我未尽到保管义务，让劣质电瓶流入市场害了他家，到时候把所有医药费、赔偿费都推到我身上，我百口莫辩，岂不是成了冤大头？这老太太偷了我的东西，出了事还想把锅甩给我，算盘打得也太响了。我瞬间冷了脸，抬手甩开她的手，语气坚定地拒绝：“阿姨，你认错人了，我从来没买过电动车，上下班一直骑的都是共享单车，你找错人了。”说着，我掏出手机点开共享单车的界面，明晃晃的蓝色页面展现在他眼前。周围的人一看，议论声再次反转，开始有人怀疑老太太是故意碰瓷。周围的人一看，议论声再次反转，开始有人怀疑老太太是故意碰瓷。张老太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哭声戛然而止。她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我手机里的界面，手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你居然，我亲眼看见你骑电动车的！我懒得跟他废话，转身径直冲向离我最近的共享单车，扫开锁，蹬着车就走。身后还能听见他气急败坏的叫喊声，混着路人的哄笑声，格外刺耳。路上我越想越气，顺手把这事发给了发小磊子，想听听他的想法。消息刚发过去，磊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恨铁不成钢：“你傻呀，还真想给他发票？你要是敢给，这辈子都别想甩脱他。他偷了你的电瓶，还违规入户充电，爆炸根本就是他自己的全责，跟厂家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要发票根本不是找厂家，是想拿着发票起诉你，让你赔钱当冤大头。”雷子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我后背惊出一身冷汗，越想越是毛骨悚然。原来这老太太从头到尾都是算计好的，偷东西在先，讹人在后，偷了我的东西不说，还想把所有后果都推到我身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小偷竟然能如此堂而皇之的陷害受害者？知道的是他偷了我的电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杀了他全家呢。本来以为被我拒绝后他会放弃，可第2天在相同的时间地点，他还是守株待兔，跪在那里拉住了我。小伙子，你就发发善心，可怜可怜我吧！我儿子是个智障，丈夫又是环卫工，家里就靠我捡纸片子挣钱了。现在他俩都住院了，住院费我根本交不起啊！马上医院就要给他们停止治疗，撵出去了。他哭哭啼啼地喊着，吸引了一大帮围观群众，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还对我指指点点。是啊，小伙子，得饶人处且饶人，他都认错了，你就把发票给他吧。话不能这么说，你要是心疼小偷的话，自己丢一个试试。要我说啊，他这就是报应。这时人堆里有个女生传来，哟，这不是张老太吗？这时人堆里有个女生传来，哟，这不是张大妈吗？怎么自己楼道里的快递不够你偷的，现在开始改行偷人家电瓶了？大妈一改刚才窘迫的神色，顿时从地上跳了起来，扒开人群就要往里冲。我看看是哪个在血口喷人。你妈没教过你要尊老爱幼吗？大妈跟那个大姐开始撕扯在一起，场面一度非常混乱。我则趁乱离开了这里。第2天、第3天、第4天，接下来的每一天，她都用相同的方式拦着我，死活逼我交出发票，再给她家里人一条命。她越是这么纠缠我，我越觉得恐怖。在我最后一次更加明确的表示拒绝后，她更是当场翻脸，直接打了报警电话，美其名曰让警察来制裁我这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好啊，来就来吧，活了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贼喊捉贼的呢。没一会，警察来了，一个年纪大点，一个年纪小点。2个人来的时候，张大妈跪累了，正在地上坐着，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警察拧着眉头看我俩，咋坐地上？警察拧着眉头看我俩，咋坐地上？说说吧，怎么回事？我还没开口，老太太蹭蹭蹭2下就西行到了警察脚底下，动作看起来比我都敏捷。警察同志，你可得给我们这些捡垃圾的老太太做主啊！这
这男的欺负我欺负到家里面去了，他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他话音刚落，年纪小点的警察就赶紧去扶他，还一边用眼刀剜我。我双手环胸，不屑地看着他能翻出什么花来。行，恶人先告状势呗。警察合伙给他扶起来。没事，阿姨，你说怎么了？我们不会偏向任何一个坏人。他抽抽泣泣地道：老婆子我不容易啊，年近70古稀还得天天剪纸壳子挣钱。我儿子是个智障，老公又没本事。他哭哭啼啼地说了半天，都没说到事情上，反而止不住的卖惨。警察看他的神色也变了，所以你出什么事儿了？他一梗道：前些天我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电瓶突然炸，把他俩炸成了重伤。我来找这个小伙子要发票，可他却不肯给我。你说他肯定跟那些无良商家是一条心，对不对？警察懵了，被他的话搞得云里雾里的。等等，你什么意思啊？你家电瓶车在家里充电爆炸了，跟他有什么关系？人群里传来道声音，我看啊，这老太太给人家电瓶偷了，现在出事了反而还找人家，这不是贼喊捉贼吗？张大妈瞪了人群一眼，顿时不说话了，低着头搓着手指头。老警察大概这种事见多了，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你说说怎么回事？我坦然面对，我的车确实丢了，我查过监控，也找过，到现在都没有证据，也没找到小偷。他说是这么说，偷的是我的电瓶，有什么证据吗？电瓶上写我名字了，否则我很有理由怀疑他是因为付不起钱想要讹我而找上了我这么个冤大头。张阿姨，附近丢车的人这么多，你怎么就非要冤枉我呢？我一边说着一边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张大妈震惊地看着我，说不出一句话。最终在警察好说歹说的调解下，我不用对这件事负责，他也暂时放弃了问我索要发票的想法。这事儿是完了，谁成想警察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竟一把拉住了人家。他憋胀着脸，吞吞吐吐的开口：你们不让我问他要钱，我同意了，那我家的钱怎么办？我可没钱给他们看病。你们打的标语不是人民警察为人民吗？别光说不做，我们也是人民，还是需要帮助的人民。既然这样，你们警察就号召大家一起给我捐款吧，否则你就是帮助恶势力打击老百姓，我是要举报你们的。小警察愣住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无理取闹的人。老警察耐心的劝诫：同志，你不能这样，群众刚才也说了，你很有嫌疑偷了人家的电瓶，人家一旦找到证据是能告你的。再说入户充电我们多次强调过了，不可取不可取，你这完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啊！张大妈急了，警察想走，他不让，还大力撕扯人家，甚至撕烂了小警察的一颗警服扣子。他彻底黑了脸，你跟我奶奶差不多大，我不会跟你动手，但你也不能倚老卖老吧，赶紧放开，否则我算你袭警了。张大妈吃准了他们不会对他怎么样，竟然也跟警察开始插科打诨了。我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鼓动社区和派出所给我家捐款治病，你们就都别想走了。说着，他手下的动作更甚了。老警察不吭气，但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辣椒水，冲着他大声呵斥：我让你松手，你知道袭警的后果吗？你再推搡他一下试试，我有权利依据法律向你喷洒辣椒水。听他这么一说，周围的人群突然四散开来，包括我。天晓得，辣椒水可不是开玩笑的，别说喷在脸上和眼睛里的灼痛感了，就连喷在衣服上都能让人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老太太虽然愚蠢，但也害怕这种皮肉之苦，她果断地撒开了手。两个警察对视一眼离开了。我看着他，心里笑开了花。这场仗他败了，败得非常彻底，不仅坐实了他小偷的名声，更败露了他妄图让我承担医药费的妄想。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这下连那个当初跟我闹不愉快的物业人员，看着这个闹事大妈的眼神都充满了鄙夷。警察走后，大家看着站在 C 位的老太太，窃窃私语：我们小区怎么还有这种人啊？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没见过这么倒霉的，车被偷了，小偷自己遭报应了，还找受害者。大婶，你有这时间撒泼耍贱，还是赶紧水滴筹去吧，给你自己也长个教训，下次手脚干净点。兴许是我的眼神太露骨，连他都看出了我眼里的幸灾乐祸。在人人喊打的 C 位，张大妈恶狠狠地盯着我：乐吧，我看你能乐到什么时候？电瓶是祸害，那你就是个灾星，我拿了你的电瓶真是我的报应，我们走着瞧。说完，他拉开人群就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我本以为这事儿就到这里完了，事实证明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不是我把他想的太简单了。那天以后，我家门口经常会莫名其妙出现各种各样的垃圾、脏物，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垃圾、厨卫垃圾、医疗垃圾、建筑材料，甚至防盗门的扶手上还会出现令人作呕的痰渍。起初我还以为是意外，但后来接二连三针对我的举动让我恍然大悟，这可不就是张老太的报复吗？她见我不肯帮忙，不肯给她讹我的机会，就想出了这种阴招损招。这老太太也是有意思，家里人都住院了，她竟然还有闲心跑出来对付我。我偷偷安了可是门铃，把她在我门口做的每一个举动都拍了下来，公然发到了群里，还艾特了物业。有人马上认出了监控里的人影是那个跟我作对的老太婆，大家公然在群里声讨她。有个当护士的大姐也跳了出来，我说她家那两口子怎么好久没人来管了，原来这老太太把矛头转向了你啊！我坐直了身子，姐姐怎么说？大姐嗨了一声，讲起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一家没钱看病，医院催款，老太太索性就不去了，把她的智障儿子和老公扔在了医院。医院虽然停止治疗了，但人毕竟没咽气，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给他俩直接扔出去，只能让他们占着床位苟延残喘的活着。这下老太太更放心了。大姐说
他上次在医院看到他还是5天前，5天了，真不知道那俩重症患者能不能饿死。大姐话音一落，群里骂他的人更多了，骂人环节一度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可事情的主人公张大妈却好像破罐子破摔似的，竟然从小区群里退了出去。我乐了，看来这次他是想无视众怒，跟我斗到底了。从那以后，每次他在往我家门口扔垃圾、吐痰什么的，我直接报警。一来二去，警察成了调解我和张老太矛盾的常客。在最后一次出警时，警察叹了口气劝我，虽然没明说，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这些小矛盾就不要报警了，我自己能解决的话不如自己试试。经过这么一闹，再加上警察半劝导半威胁的话，张老太总算不跟我家的门作对了。但她又开始恢复了之前手脚不干净的样子。我不爱做饭，基本上不在家开灶，实在饿得不行就会订外卖。在我第3次发现自己外卖被偷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联想到了那个老太婆。前2次丢外卖，一次是刚到门口的炸鸡，一次是热腾腾的牛肉面，都是我心心念念的美食。刚准备开门拿，就发现门口空空如也。外卖员说肯定是送到，调了单元楼门口的监控，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老太身影一闪而过，不用想也知道是张老太干的。第3次，我点了1碗皮蛋瘦肉粥和2个葱油饼，特意跟外卖员说放在门口就行，然后躲在门后，透过猫眼死死盯着门口。没一会，一个熟悉的身影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门口，正是张老太。她左右看了看，见没人，伸手就把我的外卖拎起来，抱在怀里就要走。我当即推开门，大喝一声：“干嘛呢你？怎么偷别人外卖？手脚这么不干净吗？上次的事还没长个教训。”张老太被我吓了一跳，怀里的外卖差点掉在地上。她回头见是我，先是慌了一下，随即又硬起了脖子，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半白头发，扯着嗓子跟我对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的？写你名字了吗？这是我给我老公和儿子点的粥，你少血口喷人！”他的喊声引来了隔壁邻居，好几户人家都探出头来围观，对着张老太指指点点。毕竟他偷电瓶讹人的事早就传遍了小区，大家都知道他的德行。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指着他怀里的外卖，语气带着嘲讽：“这么大年纪了，嘴上没个把门的，你会点外卖吗？知道点开什么颜色的软件吗？知道怎么选店怎么付款吗？要证据是吧？你低头看看上面的小票，名字和手机尾号不是我的。”我顿了顿，看着他理亏的样子，继续说道：“再说你老公和你儿子命也够苦的，在医院躺着，你不回去照顾，反倒跑出来偷别人的外卖，俩人就喝一碗粥，真是穷的揭不开锅了，就直接去外面要饭吧，别在这偷鸡摸狗的。”周围的邻居顿时笑出了声，七嘴八舌地数落着张老太：“张大妈，你也太过分了，偷电瓶还不够，还偷外卖就是，人家小伙子招你惹你了，你老跟人家作对。”张老太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被说得无地自容，她猛地一下把小票扯下来，揉成一团塞进口袋，板着脸就要走。“我不听你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的饭，我不管，你再瞎说，你再瞎说我就撕烂你的嘴。”她说着愤然起跳，作势要扑过来撕我。我往后退了半步，做好了防备，可她却没真的冲过来，反而腿脚麻利的从我身侧的楼梯溜走了，一步迈2个台阶，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快70岁的人。看着他仓皇逃窜的背影，我悟了，原来人家早就换了赛道，从偷电瓶变成了偷外卖，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他3番5次的找我麻烦，偷我的东西，真当我是软柿子好捏。我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为了报复他，我想了个奇招，既不会把事情闹大，又能让他吃点苦头。我打开外卖软件，又订了一份八宝粥和几个包子，备注让外卖员放在小区门口的快递柜旁。这次我没等外卖员送，而是自己提前下楼，在饭店到小区的必经之路上拦住了外卖员，跟他说明情况，让他点了确认送达。外卖员一脸疑惑，好奇地问我：“哥，你都自己来拿了，还叫啥外卖啊？”我看着眼前迎风飞舞的小票，笑眯了眼：“不，你不懂，这不是给自己吃的。”跟外卖员道别后，我拿着外卖径直去了小区附近的中药店，进门就跟老板说：“老板，来1斤巴豆，帮我碾成粉。”老板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也没多问，麻利的称了巴豆，放进粉碎机里碾成了细细的粉末，装在一个小纸包里递给我。我拿着巴豆粉和外卖回了家，把八宝粥的盖子打开，将巴豆粉一股脑倒了进去，顺着一个方向搅了搅，直到巴豆粉和粥完全融合，看不出来一点痕迹，这才停手。包子我则原封不动，毕竟重点是粥，包子只是个幌子。做完一切后，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家门口的可是门铃，绕到单元楼的另一侧，将外卖轻轻放在门口的台阶上，然后悄无声息地回了家，关上门，透过猫眼等着看好戏。果然没10分钟，门铃前就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正是张老太。她还是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左右张望了半天，见没人，快步走过来，一把抄起外卖，生怕被人发现，转身就往楼梯口跑。临走的时候因为跑得太急，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在地上，手里的外卖也差点甩飞出去。他扶着楼梯扶手，稳住身形，又赶紧抱着外卖跑了。那狼狈的样子让我在家捧着手机开怀大笑，心里的恶气总算是出了一口。我敢肯定，这一次他绝对会印象深刻。再见到张老太已经是3天以后的事了，
这3天里，我安生的很，外卖再也没丢过，每天都能吃上热乎饭。这也更坚定了我外卖事件的主人公就是他的想法。想来这3天，他怕是连门都出不了，正为自己的偷鸡摸狗付出代价。那晚我刚洗了澡，头发擦得半干，正窝在沙发上躺着打游戏，刚闯过一关，门口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咚咚咚的，力道极大，像是要把我家门砸烂似的。我心里冷笑一声，看来是瘟神驾到了啊！这巴豆的后劲，总算是让他找上来了。我把消消乐一关，慢悠悠地走到门口，打开了门。门口的景象果然不出我所料，张老太面色苍白，嘴唇干裂，眼窝深陷，整个人瘦了一圈，看起来憔悴得很，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扶着墙，站都站不稳。身后还跟了2个物业工作人员和2个警察，看这阵仗，显然是他报警抓我了。真是的，动不动就叫警察，人家可是人民警察，不是为他服务的私人保安。张老太一见我开门，像是看到了仇人似的，也顾不上肚子疼了，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尖利又虚弱，还带着一丝哭腔，大放厥词：“就是他，警察同志，你们快抓他！他跟我有仇，故意报复我。就是他在他的外卖里给我投毒，我吃了之后就上吐下泻，拉了3天3夜，差点拉死。我不仅拉肚子，环嘴疼，肚子疼，浑身没劲，连床都下不来。”他越说越激动，捂着肚子的手使劲攥着衣服，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我打听过了，他这种行为犯的可是投毒罪啊！是我命大，身体好才没事儿。这是我吃了，这要是换个老人或者小孩吃了，指不定就出人命了。你们一定要严惩他。来的警察是个生面孔，看着20多岁的样子，估计是刚来的，不知道我和张老太之前的恩怨，也不清楚张老太的为人。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脸色沉了下来，眼神严肃，像审犯人似的盯着我，语气带着质问：“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故意往外卖里加东西了？要是真的投毒，这事儿可就大了。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非要走歪路。”物业的工作人员也站在一旁，皱着眉看着我，一脸的怀疑。我心里一点都不慌，反而摆出了一副无辜又委屈的表情，双手高举，示意自己没做亏心事，语气诚恳：“我是真无辜啊，警官，我连他是谁都不太熟，怎么可能跟他有仇，还故意投毒报复他呢？这不是冤枉人吗？”我顿了顿，看向张老太，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继续说道：“说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放在单元楼门口的外卖会被这个不同楼的老太太拿走呢？我家住在5楼，她住在隔壁楼3楼，单元楼都不一样，要是拿错的话，总不能连自己家的单元楼都分不清吧？更何况我那外卖是放在台阶外侧的，明眼人都知道是别人的东西，她非要拿走，能怪谁呢？”我又无辜的笑笑，看着警察：“而且您听听他刚才说的话，能不能给我解释下，什么叫我在我的外卖里给他投毒呀？我的外卖，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又没让他吃，是他自己偷了我的外卖，吃坏了肚子，怎么反倒成了我的错了？”我的话条理清晰，句句在理。2个警察对视一眼，眼里的怀疑褪去了不少，心里估计也明白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就是个偷外卖的惯犯，偷了别人的外卖，吃坏了肚子，反倒倒打一耙，找人家赔钱。周围的邻居听到动静，又纷纷探出头来，七嘴八舌地跟警察解释情况：“警察同志，你不知道，这张老太老偷东西，之前还偷了这小伙子的电瓶，就是他还讹人家小伙子，让人家给他发票，想让人家赔钱。这外卖肯定是他自己偷的，怪不得别人。”听着邻居的话，警察看向张老太的眼神瞬间变了，带着一丝鄙夷和无奈。我趁热打铁，拿出手机，打开外卖软件，把当天的订单页面展示给警察看：“警官，你们看，这是我那会的订单，时间、地址、菜品都写得清清楚楚。既然张大妈说这外卖是她点的，那不如把她的手机订单给我们看看，让我们也开开眼，看看您是怎么点的外卖。”我看向张老太，语气带着刻意的提醒。她在大家的注视下，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显得慌乱无比，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口不择言的喊着：“我没手机，我不会用智能手机，怎么点外卖？”这话一出，四下围观的邻居顿时笑疯了，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这年头没手机居然能点外卖，难道是在梦里点的吗？笑死人了得！这下踢铁板上了，偷东西被抓现行，还想讹人，真是活该！小伙子牛批，干得漂亮，就该治治这种人私密马赛奶奶酱，这下谁都不能向着你了，自食恶果。他们的话像弹幕似的飘来，飘进我的耳中，逗得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张老太的脸涨得通红，像是煮熟的虾子，她咬着牙，恶狠狠地瞪着我，像是要把我吃了似的。终于松口承认了：“是我承认我是饿得不行，没办法才偷了你的饭，但这就是你给我下毒的理由吗？你知道吗？我肚子要疼死了，拉了3天，整整3天啊，厕所都离不了，腿都软了，要不是去小区诊所输了液，挂了水，你都见不到我了，你必须赔我的医药费。”他说着，又伸手要拽我，想要让我赔钱。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他的手。见不到最好，谁想看到你这副偷鸡摸狗的样子？我在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脸上却装作一脸担心的样子，皱着眉，语气带着歉意：“您没事吧，阿姨？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哎，说起来这个也都是我不好，我最近肠胃不好，便秘了快1个星期了，实在难受的不行，没办法才让我爸从老家寄了点泻药过来，掺在粥里一起喝的，想着能通便。我顿了顿，眨了眨眼，一脸无辜地看着警察和物业工作人员。至于为什么把外卖放在外面，我当时煮了点东西，想着把粥晾凉了再拿进屋喝，放门口怎么了？有错吗？我哪能想到会有人偷我的外卖啊！我知道，虽然我的解释漏洞百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故意的，但警察和物业都清楚张老太的为人，也知道他是咎由自取，自然是不会怎么为难我的。果然，2个警察看着张老太，无奈地摇了摇头，对着他进行了一番教育，说他偷东西不对，还冤枉别人，让他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而对我，只是轻飘飘地说了几句，以后注意点，别随便往食物里加东西，就算是悉心教育了。张老太看着警察不帮自己，物业也站在我这边，邻居还都在嘲笑他，知道自己今天1分钱都讹不到，还落了个笑柄，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脸色难看至极。他扶着墙，捂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着脚，灰溜溜的来，又灰溜溜的走了。临走时他还紧紧地捂着肚子，走了没2步，就听到一声巨大的排气放屁声，他的脸瞬间更白了，也顾不上丢人了，捂着肚子跑得更快了，甚至把那俩警察和物业工作人员都落在了身后。看着他狼狈的背影，我心里乐开了花，大快人心。话又说回来了，我这已经是心肠好的了，只是给他下了点巴豆，让他拉几天肚子，吃点苦头而已。要是碰见真的恶人，脾气不好的，给他下点耗子药，他也是白死，没人会同情他。这都是他自找的，偷东西、讹人、报复人，坏事做尽，就该有这样的下场。这件事后，我们的生活平静了很多。有时候我无聊了还会想，他家得到救治了吗？他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靠剪纸壳子凑上那高额的手术费吗？但我也只是想想罢了。如果社区真的要给这种恶灵组织捐款的话，我估计也只会对他的捐款箱吐口痰，没吐进去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了。这天，物业群里的护士大姐又发话了，她震惊地给我们分享，张老太的老公和儿子又恢复了治疗，是有个女人来给她补的钱，而且还续交了好多。我们一脸震惊，难道这背后还有其他故事？这女人又是谁？没过几天，我就见到了这个女人。早晨刷牙时，我照例打开了门铃监控，却意外地发现我家可是门铃前有个年轻女人的身影，依稀看到长相还可以。吐掉嘴里的沫子，我打开了门。你是？她好像被我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外面有人？我探出头去，指了指门铃。可是的，半个监控。她松了口气，但很快又提起来，紧张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也就靠在门上等她说话。过来半天，就在我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她低下头搓起了手指。我来，是替我妈给你道歉的。我愣愣道，你妈？她点点头。物业都跟我说了，我从医院才回来就来你家了，是我妈做错事了，她还敢一直来跟您闹事，真是不好意思。我摆了摆手，等等，你说那个张老太是你妈？可她不是说她只有一个智障儿子吗？女孩叹了口气，靠在防盗窗上给我讲起了她的事儿。她叫林婉，是张老太的女儿。原来林婉确实是张老太生的，那个智障儿子也是张老太生的，算起来还是她哥哥林强。只不过张老太有个极差的毛病，重男轻女。林婉小时候受尽了委屈和折磨，无处诉说，好容易长到15岁就离家出走出去打工了。在她失踪后这么多年，家里从来没找过她，最近找她还是因为家里出事了。她回来以后才知道，林强因为20多岁的时候受了刺激，又被骗婚又被骗钱，就连唯一的儿子都是替别人养的，一时想不开气成了傻子。林婉想了想，我哥的病准确来说不是脑瘫，叫智障。我了然地点点头，毕竟在我们这种外行眼里，这些病都差不多。他苦笑了声，本来他已经离家出走了这么多年，家里的事他一概不想管，可是他妈张老太竟然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和地址，直接闹了过去，在下面大肆拉起了横幅，说他是个不孝子孙，见爸爸和哥哥有难就躲了出去。林婉是个善性子，嘴也笨，百般解释下公司都不相信，没办法只能自请辞职，在他妈的威逼下去了医院，给2个人交钱赡养他妈。说着说着，他流下了2行清泪。你知道吗？我妈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一辈子，她说无论我跑到哪儿，她都是我妈，凭借血缘关系，她也能缠着我一辈子。她就像条不断缩紧身子的蛇，死死地贴着我，汲取我的所有。我同情地看着她，我跟他妈打过交道，当然知道那是个怎样的大奇葩，可我也不能多说什么。看到她颓然给我道歉的样子，我只能郑重其事地安抚她，妹子，你放心，你会有自己的一片出路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从生下来以后，你就有你自己的人生，你不再是谁的附属品。我借了电视上看到的一句话送给他，你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你仰望群巅什么来着？林婉破涕为笑，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我嘿嘿一笑，你真厉害，上过大学了吧？他点点头，是啊，我工作以后自考的，现在是名博士。博士啊，真牛。林婉再三给我道歉，还准备给我转钱让我买个新电动车。电动车？是了，
我都差点忘了。我摆了摆手，什么电瓶车不电瓶车的，我早就不骑了。自行车多好，减肥锻炼身体呢。至于报酬，你也不用给我了。说句不好听的，偷电瓶炸重伤，这已经让他体验到苦果了。你妈不是个东西，但你是个好姑娘，也不容易。就这样吧。他笑着点点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真是个好人。我大惊失色，连连后退。可别，我这就被发好人卡了。我们笑成一团。临走的时候，林婉告诉我，等他爸张老头和哥哥林强出院回来，他们就准备搬走了。这里的房子也是租的，因为张老太的人品问题，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事儿去投诉他，物业也没办法，只能通知房东。房东当下拍板，决定不再把房子租给这样的人，否则就是浪费了他的屋子。林婉想了想，我想回老家去，我们是胶东村子里的，或许只有回去，我妈才能避免跟邻居闹矛盾，等她真的想撒泼的时候也能慎重一点。毕竟村里可都是一群谁也不让谁的老太太。我嗯了一声，这就叫。林婉接上了我的话，狗咬狗。果然，从林婉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闹事的张老太，偶尔能在楼下碰到她跟林婉，两个人也只是脚步匆匆的跟我擦肩而过，仿佛谁也不认识谁似的。这样也好，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估计又过了一段时间，林婉给我发来的消息，告诉我他爸和他哥出院了，他们一家要搬走了。他妈虽然千百般的不愿意，不想回乡下过没有厕所淋浴的日子了，但现在家里的主心骨全靠林婉了，大事小情也都得听林婉的，他也只能听话回了乡下。那会闹得轰轰烈烈的恶灵终于搬走了。我们在业主群里一商量，张大妈叫车搬走的那天，我们几个受她迫害的人联合起来买了挂鞭，追着搬家公司的车尾举着放了挂炮，庆祝她终于离开了我们小区。以前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敢怒不敢言的其他邻居也都纷纷鼓掌叫好。张大妈气坏了，但车上还有她老公和儿子2个人，她也不方便冲下来跟我们干仗，只能默默生着闷气。相反，林婉从车窗上探出头来看着我们，不忘笑笑。张大妈一家搬走后，我就没跟林婉打过交道。说实话，毕竟是2个世界的人，我依旧过着朝9晚5的生活，骑着共享单车上下班。偶尔想起张老太，也只是觉得她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不值一提。只希望她回了乡下能安分守己，不要再惹是生非。在联系是半年后，一个普通的周3下午，我正在公司对着电脑赶方案，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林婉发来的一条微信，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哥，我家里人全死了，就剩我了。看到这句话的瞬间，我手里的鼠标差点掉在地上，整个人都懵了，就连呼吸都停滞了几秒。赶方案的心思瞬间烟消云散。说实话，心里第一反应竟是一丝难以言喻的庆幸，随即就是浓浓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才半年的时间，3条人命就这么没了。张老太、张老头、林强，这一家3口就这么没了。我手指颤抖着，敲出几个字发了过去。怎么回事？消息发出去没多久，林婉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我赶紧走到公司的楼梯间，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林婉的脸色算不上好，但眼神里却没有丝毫悲伤，反而带着一丝解脱和幸灾乐祸。他把手机镜头转了过去，给我看了一段视频监控。这个视角看起来是他们家隔壁邻居安的，对着他家的院墙和门口。视频里的胶东村跟我想象中的穷乡僻壤完全不同，是个看起来比较小康的村子，家家户户都是白砖红瓦的小2楼，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和花草，水泥路通到家门口，看起来十分安逸。而视频里的主角正是张老太，她依旧是那副贼眉鼠眼的样子，鬼鬼祟祟地贴着邻居家的院墙走，见四周没人，伸手就去够墙头的一盆绿植。那盆绿植开着淡淡的小花，叶子翠绿，长得十分茂盛，枝叶越过了墙头，耷拉在了张老太家的院门口。张老太踮着脚，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剪刀，咔嚓咔嚓几下，就把那盆绿植的叶子全剪了下来，揣进怀里，还不忘把墙头的花盆摆正，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贼溜溜的回了家。林婉把镜头转了回来，对着我苦笑。发来的语音里，除了幸灾乐祸，我隐约还听出了点劫后余生的庆幸。哎，要真是只是剪了点菜叶子就好了。这事儿说起来，真的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妈这是纯纯的自食恶果。其实是这样的。林婉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又带着一丝解脱，慢慢跟我还原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我靠着楼梯间的墙壁，一言不发地听着，越听越觉得魔幻，越听越觉得张老太的死纯属咎由自取。原来张老太回了乡下，依旧改不了偷鸡摸狗的毛病，在城里偷电瓶、偷外卖、偷快递，回了乡下就偷邻居家的菜、偷鸡、偷鸭。村里的邻居大多都是乡里乡亲，一开始都想着忍忍算了，可他得寸进尺，偷东西的次数越来越多，手脚越来越不干净，村里的人都对他颇有微词，只是碍于情面，没跟他撕破脸。而他这次偷的根本不是什么菜叶子，而是邻居家精心养了好几年的水仙。那盆水仙是邻居家王婶的宝贝，养了5年，每年冬天都会开花，香气扑鼻。王婶把它放在墙头，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到。谁成想，竟被张老太盯上了。在张老太眼里，墙头就是他们家的3八线，只要是越过了墙头的东西，不管是叶子、花朵还是阳光，
雨水就都是他家的，别管是什么，他都要占为己有。就连太阳东升西落，过了墙头照到邻居家，他都恨不得给对面找个套子遮起来，不让人家汲取他的阳光。这份自私和贪婪已经刻进了骨子里。可他大字不识一个，文化水平低的可怜，根本不认识水仙，竟破天荒的把翠绿的水仙叶子当成了韭菜，觉得捡了个大便宜，喜滋滋的捡了一大把回家，想着包顿韭菜肉馅饺子，给张老头和林强补补身子。毕竟两人刚出院没多久，身体还很虚弱。张老太虽然自私，但对自己的儿子和老公还是有几分真心的，怕被王婶发现找他麻烦。张老太马不停蹄的回了家，把水仙叶子洗了洗，剁成了馅，或者猪肉包了40几个韭菜肉馅饺子，还特意多放了点肉，想着让父子俩吃个够。他自己舍不得吃，觉得这么好的饺子留给儿子和老公就够了。更过分的是，他还不让林婉吃，把林婉赶到厨房吃馒头就咸菜，嘴里还振振有词：“你个赔钱货，吃什么好东西？这饺子是给你爸和你哥补身子的，你吃了也是浪费。这东西进了你的肚子里就会变成屎，纯属糟蹋东西。”林婉说起这事，忍不住苦笑。当时我还跟他争辩，这东西到谁的肚子里不是屎？饺子而已，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至于吗？现在想想，我还真的感谢他的重男轻女和抠门，要不是他不让我吃，说不定我现在也跟我爸和我哥一样，早就嘎了。他这是间接救了我一命啊！我握着手机，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然后呢？水仙叶子有毒，他们吃了之后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当场就出事了。”林婉的声音平淡无波，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饺子煮好后，我爸和我哥一人吃了20多个，吃得狼吞虎咽。没一会，两人就开始喊肚子疼、上吐下泻、浑身抽搐，脸色瞬间就白了，嘴唇发紫，躺在地上直打滚，喊都喊不出来。水仙叶子里含有大量的水仙碱，本身就有剧毒，更何况张老太捡了一大把，两人又吃了20多个饺子，毒素含量可想而知。而且张老头和林强本身就身体虚弱，一个刚从爆炸中伤愈，一个是智障，身体抵抗力差到了极点，根本扛不住水仙碱的毒性。林婉说，她当时看到两人的样子，吓坏了，赶紧拿出手机准备打120，可张老太却拦着她，说只是吃坏了肚子，歇会就好，还说打120要花钱，家里的钱都是给林强留的，不能浪费。就因为张老太的自私和愚昧，硬生生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等林婉好不容易甩开张老太，打通120的时候，张老头和林强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嘴唇紫得发黑，身体都开始僵硬了。还没等救护车赶到，两人就已经彻底没了呼吸，死在了自家的堂屋里，眼睛都没闭上，死不瞑目。好好的一顿饺子，竟成了父子俩的催命符。张老太看着躺在地上的老公和儿子，瞬间就疯了。她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嘴巴子，一边喊着：“我的儿啊，我的老头子啊！”可再怎么哭，再怎么后悔，人也活不过来了。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只是跟往常一样，贪了点小便宜，捡了点韭菜，怎么就害死了自己的老伴和儿子呢？镇上殡仪馆的车来把两人拉走后，家里只剩下张老太和林婉，还有一大盆没包完的水仙叶子馅和一小碗剩下的猪肉馅。张老太看着那碗猪肉馅，红了眼。她一辈子节俭惯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浪费东西。哪怕知道这肉馅和水仙叶子拌在一起，沾了毒素，也依旧舍不得扔。她咬咬牙，把那碗肉馅端到了院子里，喂给了家里圈养的10几只鸡，想着鸡的抵抗力强，吃了应该没事，就算有事，死了几只鸡也能炖着吃，不算浪费。结果可想而知，没半个小时，院子里的10几只鸡就全都倒在了地上，扑腾了几下就没了动静，死了一圈，连一只活口都没留。好好的一个家，就因为他的一次贪小便宜，瞬间家破人亡，鸡犬不宁。我听着林婉的话，整个人都惊呆了，拿着手机的手都在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好家伙，这不就是当代绝命毒师吗？自己作死就算了，还拉上了老公和儿子，连家里的鸡都没能幸免。这操作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这下村里的流言蜚语更甚了，本来张老太偷东西就已经惹了众怒，现在又因为偷水仙叶子害死了自己的老公和儿子，还毒死了家里的鸡。村里的人都炸开了锅，纷纷传他是个毒妇，心狠手辣，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先后害死了只能躺在病床上苟延残喘的老公和智障儿子，又把家里的鸡全都毒死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个灾星，走到哪霍霍到哪，在城里炸了家，回了乡下害死人，下一步怕是要毒死全村人了。村里的村长也吓坏了，他当初看林婉是个有出息的博士，心善，才答应让他们一家回村的，没想到竟收了个瘟神，把村子搅得鸡犬不宁，现在出了2条人命，他这个村长也难辞其咎，整天愁眉苦脸，后悔不已。而张老太显然也经受不住亲人逝世的打击和村里的流言蜚语，她本来就因为害死了老公和儿子而自责崩溃，再加上村里的人都对她指指点点，唾骂她，孤立她，走到哪都能听到别人的闲言碎语，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的。虽然身旁还有林婉陪伴，但在她眼里，这个从小就不被她待见的赔钱货女儿
又怎么能跟自己心心念念的傻大儿子和老实巴交的老公比呢？在他看来，林婉就是个外人，是个累赘。要不是林婉，或许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他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林婉身上，整天对林婉非打即骂，说她是丧门星，克死了自己的老公和儿子。林婉不堪其扰，却又无可奈何。终于，在一个林婉外出挑水的午后，悲剧再次发生了，张老太自杀了。林婉说，她挑水回家，推开门就看到张老太躺在堂屋的地上，已经没了呼吸，身旁还放着一个空碗，碗里还有残留的鸡汤。原来张老太看着院子里死了的鸡，依旧舍不得扔。她把那些被水仙毒素毒死的鸡捡了几只，洗了洗，炖了一锅鸡汤。那些鸡已经死了1天多，早就发臭了，可她还是舍不得浪费，自己喝了一大碗。她是被毒死的，至于为什么毒发，是因为她死之前吃了几只早就发臭的被水仙毒素毒死的鸡，哪怕知道那些鸡有毒，她也依旧舍不得扔，到死都改不了自己的贪婪和节俭。有人说她是因为自责才喝了毒鸡汤自杀的，也有人说她是走投无路被村里的流言蜚语逼死的，还有人说她就是单纯的舍不得那些鸡，想最后吃一顿好的，结果把自己也送上了西天。不管原因是什么，结局都是一样的，张老太终究是为自己的贪小便宜和偷鸡摸狗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落了个家破人亡身首异处的下场。林婉最后说了一句，她到死都在念叨自己就算死也不要当饿死鬼，真是可悲又可笑，这简直太魔幻了。如果不是林婉一字一句跟我说出来，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种人吗？我平复了下心情，试探着问，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林婉吐了口气，没事，我家邻居不错，家里也殷实，这事虽然跟人家没关系，但人家说了，终归是他家里的水仙长出去了才让我妈捡走的，见我没有刁难，也没有起诉，出于人道主义赔偿，给了我5万块钱。5万啊，3条人命就值5万块钱。我忍不住有些唏嘘。林婉说，她之前因为家里的原因办了休学，现在也得回学校继续深造，运气好的话能读个博士后，运气不好的话等毕业了就出来找工作。我点了点头，象征性的安慰了几句，就没再说什么了。后来我通过他的朋友圈见到了他的人生，我跟他的众多毫无交集，只是萍水相逢加了联系方式的朋友一样，见证了他考博士后恋爱、结婚、生子。再后来我们的交情也仅仅止步于此了，甚至聊天记录都还停留在他告诉我杨老太死讯的那天。这样能飞黄腾达的女孩不该被困于这样累赘的家庭，或许家里人的死对她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包袱爸爸、傻子哥哥、无知妈妈，说出去没一个好听的，更会拖累她自己。如果不是家里的人死绝了，她又怎么能追逐自己的考博梦呢？在后来的一次午夜梦回里，我忍不住想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难道其他3个人的死都跟女孩脱不了干系？毕竟他们的死讯都是女孩的一面之词罢了。但很快我又甩甩头，知道结局又能怎样呢？这毕竟是别人的家事，我要做的是经营好自己就够了。